注意看，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，正缓缓朝木筏逼近，而女人却浑然不知危险的来临，竟然作死的伸出手想要触摸。结果下一秒，水里的酸菜突然席卷而上，瞬间将女人的手臂腐蚀。还没等反应过来，酸菜已经蔓延全身。女人赶紧朝同伴呼救，可同伴刚想伸手去拉，女人直接被酸菜拖进了水中。而此时其他几人还以为女人只是恶作剧，根本没当回事。没过一会儿，女人挣扎着浮出水面。见到这一幕，几人终于意识到危险，被吓得瞬间哑巴呆住了。小帅看着女人陷入危险，想要下水救援，理智的卷毛连忙紧紧将她抱住。没有办法，众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女人被酸菜慢慢吞噬。就在不久前，四人相约来到湖边游泳，可跳入水中后，发现这里的水温异常冰冷。众人没有多想，继续朝前面游去。而就在这时，小帅突然发现不远处一只小鸭子好像被什么东西缠住，在扑腾几下后直接被拽入了水里。小帅吓坏了，连忙游上一旁的木筏。他定睛一看，那东西正朝着木筏飘了过来，而就是这块小小的酸菜，不久后将会给几人带来灭顶之灾。男人似乎看到了什么东西，表情突然变得惊恐不已。只见不远处一只鸭子被酸菜死死缠住，在扑腾几下后直接消失在了水里。男人吓坏了，连忙游上一旁的木筏。他再次看去，发现那酸菜正缓缓朝这边飘来。男人感觉不对，连忙叫水里的同伴赶紧上岸。酸菜越来越近，而此时一个女人却还在水中。眼看酸菜就要靠近女人，危急关头，男人及时将她拉了上去。看着周围漂浮的酸菜，小帅警告众人，这酸菜不简单，让大家小心为妙。可同伴听后不但不信，还嘲笑小帅肯定是才哥的视频看多了。可话音刚落，黄毛突然发出痛哭的嚎叫，原来那酸菜竟然从木筏的缝隙钻了上来，死死地缠住黄毛的脚。酸菜拽着黄毛不断往下沉，小帅见状赶紧伸手去拉，可水里的酸菜力量大得惊人，任凭小帅怎么用力都无济于事，最终只能眼睁睁看着黄毛被撕扯成两半，然后被慢慢拽进水里。就这样，酸菜又吞掉了一人，可他似乎并没有吃饱，不断的在木筏下飘荡，等待时机。女人见状彻底慌了，连忙跳到小帅的怀里。小帅安慰女人，只要双脚不接触缝隙，就可以躲过酸菜的攻击。女人这才慢慢从小帅身上下来。酸菜在尝试几次攻击无果后，缓缓离开了木筏。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慢慢的天渐渐暗了下来。可那酸菜依旧没有离去，继续的等待机会。半夜气温越来越低，被冻得瑟瑟发抖的两人只好紧紧抱着相互取暖。而到了第二天，女人突然发出大声尖叫。这个女人在木筏上睡得正香，突然脸上一阵剧痛传来。女人连忙朝一旁的男人呼救，而男人已经被吓得彻底哑巴呆住了，根本不敢靠近。很快，女人就被酸菜蔓延到全身，随后直接被一点点拖入水中。看着不远处的岸边，小帅决定不再坐以待毙，趁着酸菜吞噬女人之际，小帅转身跳入水中，拼命朝岸边游去。酸菜在吞噬女人后，发现小帅已经逃走，顿时怒了，转身以每秒20码的速度追了上去。就这样，小帅在前面拼命游，酸菜在后面使劲追，眼瞅着就要被追上。好在小帅及时逃到岸上，这才成功躲过一劫。他气喘吁吁地瘫坐在岸边，以胜利者的姿态挑衅酸菜。你过来啊！结果下一秒，酸菜突然腾空而起，直接扑向小帅。躲闪不及的小帅瞬间被吞噬。就这样，原本开心去游泳的4人，全都纷纷落入酸菜的虎口。而故事并没有结束，酸菜回到水里，继续寻找下一轮目标。电影到此结束。我想说的是，如果小帅上岸后直接驾车逃跑，而不是作死的挑衅酸菜，或许他可以成为唯一的幸存者。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如果。最后提醒小伙伴们，夏天到了，游泳时记得要到安全的水域游哦。我是才哥，喜欢的朋友给个关注，点个赞，谢谢。